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，我是任，你敢相信吗？就在最近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中东危机里，新加坡不仅把自家公民接回了家，居然还顺带接载了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公民。消息一传出，韩国总统甚至亲自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致谢，这种操作简直太拉好感了。试想一下，当你在战火纷飞，航班大面积取消的异国他乡陷入绝望，身边所有通道都关闭了，这时候一架印着红白国旗的飞机向你敞开大门，那种死里逃生的震撼感真的能让人记一辈子。这哪里只是撤侨啦，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战地救援。新加坡这次的举动瞬间在国际社交媒体上炸开了锅，很多人都在问，为什么是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小国，能在这种全球航空瘫痪的极端时刻，展现出如此惊人的动员力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？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新加坡深谋远虑的外交智慧。这种回馈式外交可不是心血来潮，而是新加坡多年来坚持的区域团结理念。新加坡深知，作为高度依赖全球连接的城市国家，在动荡的世界里帮别人，其实就是在帮自己。这种跨越国界的东南亚生命力，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国际担当。说到这次撤侨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新加坡与韩国之间的互动了。就在2026年3月初，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新加坡，谁能想到这次国事访问竟然撞上了中东危机的爆发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关于战略伙伴关系的突击实测。当马斯喀特的撤离行动开启时，4名韩国公民获准登上了新加坡的协助航班。你可能会说，才4个人，数字并不大呀。但大家要明白，在地缘政治里，这代表的是一种过命的交情。韩国总统在给黄循财总理的感谢信中特别提到，这种紧迫形势下的支持是基于互信的真感情，这其实是在向全世界展示，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支点国家，其操作能力到底有多强。当商业航路完全封锁，大家都束手无策时，新加坡的资源倾斜就是对双边协议最实质的履行。而且两国的合作还没完，从民用核能到人工智能，这种深度捆绑预示着未来无论能源市场怎么波动，他们都要手拉手一起抵御风险。这种把承诺落在实处的外交风格，真的值得我们点个大大的赞。我们要知道新加坡这次行动的难度到底有多大。2026年2月底，随着中东安全局势进入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期，整个中东核心区域的领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禁飞区。伊朗、伊拉克、阿联酋、卡塔尔，这些平时最繁忙的航点全部停摆。迪拜机场那个全球最繁忙的转运中心，竟然连续关闭了3天。这可是自疫情以来全球航空业面临的最大冲击。想象一下，每天几千架次的航班被取消，数以万计的旅客滞留在大厅，那是怎样的混乱。作为连接欧亚非的空中桥梁，中东航线的断裂让全球供应链瞬间感到了窒息。新加坡航空等大公司不得不采取极其复杂的绕行方案，飞行成本飙升，股价甚至一度出现震荡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能派出一架飞机去接人，简直是跟时间赛跑，跟风险博弈。这种环境下的每一张机票都是沉甸甸的生命保障。新加坡能在这种系统性瘫痪中找到缝隙，精准执行撤离任务，足以证明其危机应对机制已经磨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面对商业航班彻底枯竭的极端环境，新加坡政府的反应速度快得惊人。他们先是协调了新航的包机，在阿曼的马斯喀特接回了首批撤离人员，但紧接着局势进一步恶化，沙特阿拉伯周边的风险直接爆表，商业飞机已经不敢进了。这时候新加坡祭出了杀手锏，共和国空军的 A330MRTT 多用途加油运输机，
这架飞机可牛了，它不仅能载200人，还能秒变飞行医院。3月10日那天，它从张仪基地起飞，直奔利雅得。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直言不讳，这就是因为没别的选择了，我们要接国民回家。这种部署体现了新加坡极高的战略自主权，这些昂贵的军事资产平时是守护领空的利剑，关键时刻就是救命的方舟。而且最让人暖心的是，这种撤离对新加坡公民完全免费，还提供热腾腾的饭菜。虽然条件可能不如头等舱舒适，但那种在机舱里看到空军官兵时的安全感，绝对是任何5星级服务都比不了的。这就叫关键时刻靠得住，危难关头显身手。当然，中东的战火不仅影响了撤侨，更像是一场能源海啸，直接冲击了新加坡的钱包。随着原油价格突破$110大关，新加坡的物价压力也陡然增加。毕竟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，能源价格一涨，电力交通成本全跟着涨。但即便在这样的经济高压下，新加坡社会的底色依旧是温暖的。3月7日那天，在樟宜机场 T3 航站楼，无数家属在出口处守候。当那架载着亲人的包机降落时，大厅里爆发出的是劫后余生的欢呼和泪水。有一对瑞士夫妇，为了回国已经费了好几张几千美金的机票，最后还是在新加坡旅游局的协调下才得以脱困。这些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地缘政治冲突虽然冷酷，但人的温情可以跨越障碍。新加坡通过这场危机，不仅稳住了经济的脉搏，更凝聚了社会的公信力。政府的公开透明和果断决策，让老百姓打心底里觉得，生活在这个国家是有保障的。这种内部的凝聚力，其实才是新加坡面对国际动荡时最硬的底牌。回看2026年这场惊心动魄的中东撤侨，新加坡其实是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。它不仅完成了军事资产的民用化转型，证明了自家装备的多用途价值，更通过协助多国公民，把一次领事危机活生生变成了一场外交机遇。这就是典型的小国大外交逻辑，通过不断积累信用资产，在未来的国际博弈中赢得更多的软实力。未来的世界可能依旧充满了火药味，能源危机、地缘博弈可能随时会卷土重来，但经过这次淬炼，新加坡向世界证明，自己不仅是全球连接的枢纽，更是动荡世界中的定海神针。在这种烈火中淬炼出的治理智慧和人文底色，让这个城市国家展现出了超越其地理面积的生命力。那么面对这样既有雷霆手段，又有菩萨心肠的国家治理风格，你觉得新加坡最让你佩服的是哪一点呢？如果是你处在那个滞留异国的境地，你会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？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欢迎点赞订阅，我是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